首日交易大涨25%，半天2度临时停牌。超长期特别国债上市受热捧，聚焦2重建设，扩需求优供给，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如何利当前又惠长远？动用大杀器，俄开启第1阶段非战略核力量演习。欧盟批准用俄被冻结资产收益援乌，泽连斯基呼吁西方直接参战。不断提升核威慑的俄罗斯会如何反击？今晚正在播出。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我是金佳瑞，欢迎收看。5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苏林，祝贺他就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指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我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发展，愿同主席同志一道努力，保持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当地时间的今天，经越南国会投票表决，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公安部长苏林当选国家主席。中国外交部今天发布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中方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导弹与火控公司、雷神导弹系统公司等12家美军工企业采取反制措施，冻结其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同时，对凯西沃登等10名美军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采取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的反制措施，从今天起施行。决定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以所谓涉俄罗斯因素为由，对多家中国实体滥施非法单边制裁，大搞单边霸凌和经济胁迫，严重侵犯中方企业、机构和个人正当合法权益。同时，美国持续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2分院审查起诉。近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2分院已向天津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孙志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随着巴以冲突的持续，两国方案越来越成为国际共识。当地时间的今天，挪威、西班牙、爱尔兰分别宣布将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也是继5月10号联大第10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应该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之后，巴勒斯坦在国际上取得的又一重要突破。而对此，以色列反应激烈。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同天发表声明，下令召回以色列驻爱尔兰和挪威的大使。好，我们进入焦点对话。备受关注的今年首期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天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了，首日交易便最高大涨25%，还2次触及涨停并临时停牌，颇受市场热捧。罕见的一幕始于开盘，1分钟内，沪市挂牌的阿尔斯特国01涨幅突破13%，触发半小时临时停牌。恢复交易9分钟后，阿尔斯特国01再次以25%的涨幅触发第2次临停，随后一直停牌至收盘前3分钟。下午3点27分，阿尔斯特国01恢复交易，面值从约125元回到101元。类似的热度也在深交所上演，深交所上市的特国2401涨幅也超过23%，触发2次临停。对于债券来说，这样的波动比较少见。我觉得从成交量来看的话，参与主体还是以散户为主，所以说就有一些类似于炒新股的一些性质在。
今天的交易热情从一级市场认购中就已显现。本周一，个别股份制银行在网银和柜面推出特别国债认购，以浙商银行为例，3000万分销的额度一抢而光。秒杀的，大概几分钟吧。现在这个全民抢购呀，因为它利率高，流动性好嘛，对吧？2.57，而且是国家相当于托底的。那么要认识超长期特别国债，还得从它的属性来入手。它归属记账式国债，这也决定了它的发行、购买、流通等方式。与面向个人发售且不可流通的储蓄国债相比，记账式国债在一级市场主要面向机构投资者发行，上市后个人投资者可在2级市场购买，渠道主要包括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柜台业务开办机构以及开展债券经纪业务的证券公司，并且不必持有到期，在存续期内可在市场上交易。同时，记账式国债流通性好，投资者可像炒股一样在证券市场交易，其价格也随市场行情波动。通常市场利率上涨，记账式国债价格就会下跌，反之亦然。因此，投资者需承担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其实大多数人是不可能把这个债券拿在手里30年的中间多数人都是会赎回的，都会去卖掉的。但是呢，在卖掉的时候，你之前是以很高的溢价去卖的，在卖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以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去卖的，这样就会损失掉很多的本金。5月17日，本轮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正式发行，为固定利率付息债，票面利率为 2.57%， 总额400亿元。这也是今年拟发行的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的首次发行。我国曾在1998年、2007年、2020年分别发行过3次特别国债，分别用于服务重大政策目标或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专款专用，一般不纳入赤字。比如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作为直达资金转移支付给基层政府，维护经济社会稳定。这些话题马上要连线的是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杨德龙，欢迎杨先生。我们从上市2级市场的第一天的交易表现来看，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是备受热捧啊。您认为它契合了市场上哪些投资需求呢？今天首日上市的记账式超长期国债呢，受到了市场的热捧。那么在盘中呢，出现了停牌，因为涨幅过大。那么最终盘内呢涨了25%。那这个涨幅呢是非常大的，特别对于债券来说即使对于股票来说，这个涨幅也是很大。那么之所以能够在盘中受到资金的热捧一个是供给少，因为这是首批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只有400亿，而很多这个银行渠道呢可能只分到了5个亿所以对投资者来说呢，形成一种紧俏的感觉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超长期国债在我国发行属于首次，所以备受关注。很多投资者的话呢，在之前通过新闻媒体也都了解到了超长期国债，所以这个认购热情比较高当然也不排除一些资金趁机来进行炒作在拉升过程中呢这个实现获利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呢，还是不要跟风炒作因为在2级市场交易的这个价格，它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如果这个国债上市之后价格大涨，那么你买的价格又很高。比如说现在通过招投标，那么定的每年利率呢是 2.57%， 也就是说你每年这个可以分红2次，那么每次这个利息呢就是 2.57% 的一半也就是说你全年的收益其实就是 2.57%这是你的票面这个收益。但是如果你买入的价格过高，比如说你是涨 20% 买的，也就是说120买的，但是它一年的这个分红呢其实也就2块5毛7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亏损。是按照这个国债的票面价值的100块来算的，是不是？它的票面价值100块，因为它刚刚发行嘛，并且今天也没有利率的政策变化，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内在价值目前就是100块，所以它炒到了125呢，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
在二级市场的这种表现，它可以归因于这个一个是供需的关系，一个是热度，另外一个也有炒作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到了是关于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讨论是不断在攀升，热度也在攀升，就有网友晒出认购截图，一入手就是10多万。那么说看中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每半年一次稳定的利息收入2.57%那么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我们应该如何理性的来看待国债这样一种资产配置的收益和风险呢？国债呢，因为有国家信用背书，所以它的风险是非常低的，你可以认为是无风险的但是它的这个收益呢，2.57%，放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之下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因为现在银行存款的利率很多都不到1%了定期存款可能也只有2%，所以这个2.57%对很多投资者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可以看作呢是存款替代但是呢国债它的这个收益是没有波动的，也就是说票面的收益是固定的，它并不会说出现浮动，但是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它是受到资金供求的关系的影响出现大幅波动所以投资者如果不是在发行的时候买的，也就是说不是通过银行柜台买的，而通过二级市场买的，那么你买入的价格如果远高于100块这个面值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亏损。比如说你120买的，然后如果后面跌到115你卖掉，那么相当于一张你就亏了5块钱这个账是很好算的所以一旦出现炒作，那么建议大家呢不要跟风还是理性来进行投资大多数投资者呢是不会持有到期的，很多投资者都是持有一段时间，所以你的买入价格就非常重要。如果你的买入价格高于内在价值100块，那这样的话你亏损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当然也有一些投资者呢试图做个短的波段，就是说我博傻我110买，然后120卖掉，这样的话可能会情绪主导获利对，但这种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投机了。那么投机大概率会失败的不能把国债当投机的品种它最大的风险也来自于它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的波动风险。我们稍后继续那么超长期特别国债它还有一个关键词儿就是特别，指的就是资金的用途。那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今年起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建设，也就是我们说的2重建设。根据财政部安排，今年会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包括20年期、30年期、50年期3个品种，共发行22次。第2期2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将于后天举行竞争性招标，总额也是400亿元。今年全部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将在11月中旬发行完毕，付息方式都是按半年付息。万亿资金该怎么用？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2重建设后，上月17日，国家发改委进一步对资金用途作出细化，将聚焦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并给地方划定了14个细分领域，要求进行项目储备。昨天，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更新了超长期特别国债投资项目推进的最新进展，第一批项目已就位。在前期开展工作的基础之上，我们梳理出一批符合2重建设要求，可以立即下达投资的重大项目。等待相关的这个国债资金到位以后呢，即可加快建设。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做好硬投资项目组织实施，加快软建设政策出台落地，并督促指导各地方加大前期工作力度，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除了超长期特别国债，去年我国增发1万亿元国债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地方政府投资等各类建设项目也在加快落地。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国家发改委共审核批准固定资产项目50个，总投资3207亿元，主要集中在高技术、水利等行业。那么根据发行进度呢，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不可避免的会和一般的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时间存在重合，那么对市场流动性构成一定压力。因此呢，市场也将关注点转向了央行，观望货币政策会如何协同配合。那么对此呢，本月13号召开的国务院支持2重建设部署动员视频会议就指出要统筹用好常规和超常规的各项政策，加强财政和货币金融工具协同配合。那么
2天之后呢，央行对本月到期的 MLF， 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进行了等量评价续作，结束了前2个月缩量续作的模式，为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护航。那么今年以来，央行已经实施了一次降准和一次降息。此外呢，为了给债市降温，4月以来，央行也一直采取较为保守的逆回购。那么业内人士就指出从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安排的节奏来看呢，预计央行会通过降准、降息、二级市场购买国债等各种方式，给予足够的流动性支持。继续要请出杨德龙先生。从今年的发行计划来看这1万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会在5月到11月期间分22次发行，您怎么来解读这样一个时间窗口的安排？同时呢，我们看到紧扣2重建设，超长期特别国债对于当前提振内需、稳定宏观经济、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您认为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今年计划发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并且是在半年的时间分22次发行。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减少对于市场流动性的冲击。这样的话呢，每次发行的规模不是太大，所以对于市场的影响也比较小。同时呢，央行也会采取一些公开市场操作，给市场提供一定的流动性，避免出现流动性紧张的情况。那发行超长期国债呢，是为了筹集资金，为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过去呢，我们做基建投资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来出资，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呢，现在面临着债务负担较重，有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比较大，所以在做基础设施建设呢，确实资金来源是一个主要的约束。那么中央通过发行1万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为关系到国家重大这个国计民生的项目来做资金，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同时能够拉动民间投资的回升。现在民间投资呢增速明显放缓，信心不足。那么通过加大政府投资，能够有效的提振民间投资。一般来说呢，这个国家投资1块钱，带动民营投资可能会3块甚至5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形成很好的带动效果。那么投资增加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是。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从而提振消费能力。我们稍后继续。那么，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作为财政融资的手段，也是大多数海外主要经济体的选择。那么，期限呢，主要集中在20年期和30年期。那么，长债的资金来源均以政府部门税收为主。那么，超长期国债的资金投向则和各国公共财政政策的目标紧密相连。比如说，日本主要用于再融资及支持其养老金支出等关键领域。而德国呢，从2020年开始推出了15年期和30年期的绿色国债，专项支持该国的绿色环保项目。而从各国超长期国债规模来看美国的超长期国债余额的绝对规模是最高的。从占比来看呢，日本的超长期国债占比最大，达到44.8%，而德国和美国分别是27.8%和22.2%。那么相比之下，我国超长期国债无论是规模还是占比都处于较低水平。那么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的4月底，我国存量超长期国债的规模达到50936.9亿元，占存量国债的比重达到16.9%，仍然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继续对话杨德龙先生。那么对标其他主要经济体，我们看到我国提高超长期国债的占比，您觉得有怎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政府债务的结构降低债务的风险，又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呢？那么对标其他这个国家来看呢，我国超长期国债的占比是偏低的，未来的提升空间很大，而且具有比较强的这个紧迫性和必要性。那么发行超长期国债呢，主要是为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来筹资。那这些项目呢，短期之内可能产生不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它是从长期才能够产生经济效益。那如果说债券的时间比较短很快就面临着还本那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资金压力。如果是20年、30年这样的超长期国债那么一般来说呢，基础设施它发挥的作用就会体现出来就这个减少了那个还本的压力。所以发行超长期国债可以呢优化我国政府的债务结构，减轻呢这个债务的这个还本的负担特别是在当前化债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之下，是这个发行超长期国债的这个必要性非常强，也具有很强的紧迫性。而从首批发行来看呢，
也比较受投资者欢迎所以未来呢可能会发行更多的超长期国债来为基础设施项目来募集资金。谢谢杨德龙先生的解读，谢谢做客今天的节目。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动用大杀器，俄罗斯开启第一阶段的非战略核力量演习，欧盟批准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收益援助乌克兰，泽连斯基呼吁西方直接参战，不断提升核威慑的俄罗斯会如何反击？好，接下来这一节我们进入全球眼。俄乌冲突延烧之际，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南部军区在总参谋部的指挥下，已经开始了第一阶段非战略核力量演习，就准备使用非战略核武器来进行实际演练。演习内容包括如何获取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的专用弹药来装备导弹，并且秘密移到发射区准备发射。此外，俄空天军航空部队也正在演练为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航空兵器来装备特殊弹头，并飞入指定巡逻区域。昨天，俄罗斯国防部再次强调，演习是对西方官员挑衅性言论和威胁的回应，也旨在检验非战略核力量执行战斗任务的战备状态，确保俄罗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战略核武器又被称作战术核武器，是这些年来俄军武器装备的发展重点。而这次第一阶段的演习动用了哪些战术核武器？可以通过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来一探究竟。从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演习视频来看，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最为抢眼，包括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其中，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弹道导弹最大射程480千米。可携带核弹头或480千克的常规弹头，其末端制导包括雷达末制导、图像匹配制导和光学制导3种选择，命中精度在30米以内，具备很强的精确打击能力。另外，在演习中亮相的伊斯坎德尔 K 陆基巡航导弹有2种型号，9M728和9M729，可携带核弹头或常规弹头。9M729导弹为9M728导弹的现代化升级版，据称增加了弹头的重量和改进型制导系统，弹长增加53厘米，命中精度更高。除了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此次演习还动用了图 22M3 轰炸机、米格31K 多用途截击机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最大射程接近2000千米，最大速度达到10马赫，可携带核弹头或常规弹头，由经过改造的米格31K 截击机或图 22M3 轰炸机携带。去年3月，俄国防部宣布，采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摧毁了一处乌军大型导弹和航空弹药库，这是该导弹首次参加实战。好，相关话题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军事问题专家邵永林问一下永林你看从俄方公布视频来看呢，演习当中亮相的主要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还有陆基巡航导弹，还有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你看这样的一个组合它体现了怎样的一种针对性？其实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有很多，包括一些核地雷、核炮弹，核水雷等等。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一场演习呢，主要是对外界呢展示一个威慑的姿态，所以它必然呢要使用它最有威慑力的那些战术核武器，比如说携带了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 M， 还有匕首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核巡航导弹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呢，其实更容易被看到，更容易被感知到。所以呢，用它们来演习呢，威慑效果更好。如果是那种比较小的，比如说核炮弹，这个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震慑力。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呢，这次演习主要还是向外界呢展示一个姿态，就是对西方国家来宣示俄罗斯维护自己主权、维护自己国家安全的一个决心吧。所以他要把最好的战术核武器拿出来。对，就像您分析的这个演习，它首先的意义是传递信息，是一个亮相。那么从战场使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后续还会有更多的战术核武器亮相吗？我看前面呢，俄罗斯方面说参加这次演习的其实不仅有空天军，有他的陆军，其实还有海军。现在呢，好像海军还没有亮相。所以我想后续会不会海军呢也会有一些动作，比如说发射它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
因为这样的一些核巡航导弹呢，其实也是属于战术核武器的范畴，所以我想，如果下一步再动用战术核武器的话，可能就是海军的巡航导弹。主持人，就像您说的，演习也好，战场使用也好，这个是俄罗斯发出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和警告。那当然，它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阻止西方国家更深的、持续的介入俄乌冲突。所以也想请您做一个分析啊。我们知道俄罗斯方面的整个核武器的系列，不管战略的、战术的都很强，所以它释放出来的这种威慑信号，它能够起到多大的效果作用？我们看呢，在战略核武器层面呢，其实由于俄罗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战略核武库，实际上就成功的威慑住了美西方在乌克兰下场。应该说，在这方面战略核武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战术核武器呢，其实它主要是一个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问题。那现在我们看呢，北约虽然没有公开下场，但是呢，给了乌克兰很多的援助，而且他们也在讨论下场的问题。所以我想现在就是俄罗斯展示自己的战术核武器进行演习，其实还是一种防御的态势吧，就是来警告西方，如果你们要下场，可能你们会遭遇到战术核武器。因为客观的说，从常规武器领域来看，俄罗斯和西方呢是有差距的，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可能它不如北约国家。但是呢，它有非常多的战术核武器。其实，战术核武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他们在常规力量方面的差距。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其实也算是未雨绸缪吧。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声音，包括法国准备要在乌克兰派兵等等，所以他也是做出一个警告，就是所谓的去让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呢能够认清现实。主持人，好，谢谢永林这一节提供的观点，我们稍后还要继续来对话。那么对于这次非战略核力量演习，俄罗斯国防部也强调了，这是对近期西方一系列挑衅性言论和威胁的回应。而就在当地时间的5月21号，欧盟理事会通过了系列法案，批准使用俄罗斯央行被冻结资产的收益部分来为乌克兰提供援助。俄乌冲突升级后，作为对俄制裁的一部分，欧盟冻结了俄罗斯央行价值约2000亿欧元的资产。欧盟境内约90%的被冻结俄资产由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控制，这批资产每年产生约30亿欧元利息。根据欧盟新规，乌克兰将获得自今年2月15日起产生的净利润。根据欧洲清算银行估算，从2月15日算起，这批冻结资产大约产生了5.57亿欧元的净利润。这部分收益中的90%将通过欧洲和平基金框架用于对乌军援，另外10%将纳入欧盟预算，用于支持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能力和重建需求。资金的分配将每年进行一次审查。而在1个月前，美国众议院也通过对外援助法案，允许拜登政府没收被美国银行冻结的数十亿美元俄罗斯资产，以支付乌克兰的重建费用。此外，七国集团还将磋商用俄遭冻结资产的收益给乌克兰放贷。对此，俄方多次警告，西方没收俄资产的行为无异于偷窃，必遭俄方反制。当地时间4月25日，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家法院下令冻结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在俄近4.4亿美元资金。上周末，俄罗斯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地区仲裁法院又裁决，扣押德意志银行在俄共计超2亿欧元资产，以及没收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超4亿欧元资产。好，那么在这一节呢，我们将要来连线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请崔教授来做个解读。崔教授你好。你好。崔教授，就像我们刚才报道当中也特别提到啊，您看这个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的收益部分来援助乌克兰，这个收益呢，我们刚才也看到数据了，一年是30亿欧元。其实对于援乌来说，恐怕这个钱不算多，但是同时呢，它对欧盟的整个金融市场的信用影响啊，特别是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也想请您解读一下欧盟它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看到有关如何动用以及是否要动用俄罗斯海外资产来用于援乌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欧盟内部呢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从欧盟的角度来看呢，它是想找某种平衡。这个平衡呢，一方面呢，它在政治上面呢要显示某种象征意义，那就是实际上把它视作是对俄罗斯追加制裁的一部分。同时呢，我觉得当最终让欧盟方面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它最后采取的是
动用俄罗斯海外资产的收益部分来进行对乌援助我觉得它主要考虑呢，还是的确现在对于长期的对乌克兰援助呢，需要大量的资金。尽管我们看到此前呢，欧盟方面呢，做出了一些动作，比如说在未来多年要通过提供上百亿欧元的援助来给到乌克兰，但是毕竟尽管这30亿欧元的这个数量呢有限，但是毕竟呢也是一部分。所以我想呢，其实对欧盟来说呢，一方面找平衡要避免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呢过度受刺激，同时呢避免它自身的影响过大，但是同时呢也要采取某种措施来的确来给到对乌克兰产生援助。我觉得这是欧盟考虑的一些主要的出发点。刚才我们报道当中也提到，俄罗斯方面因为要反制这个欧盟的这个做法，也是对西方的几家银行在俄罗斯的资产也是进行了冻结。当然，这个冻结的体量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数字总的来说数字不算是非常高，所以也想请您做一个分析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反制，它有多大的实质性的影响？我们知道，从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如果受到欧美的联手的制裁之后其实呢，如果俄罗斯方面做出反应呢，对双方的这个损益程度呢是不一致的。因为我们知道本身呢，美国在俄罗斯的资产呢就非常有限，所以俄方呢如果做出对等的反应的话，其实美国方面呢受到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俄方对欧洲的资产做出反应的话，那显然欧洲呢会成为主要的损失方。所以我们看到，从俄方目前的反应来看呢，他也是对目前的态势呢进行了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判断，然后最终呢还是采取了某种有区别的措施。因为我想，对俄方来说他实际上还想保留进一步采取措施的这个空间和权利。试想如果接下来欧方继续追随美国，要升级对俄罗斯海外资产的这种制裁手段的话，那俄方呢也会继续保有后续的这个应对。所以我想，接下来俄欧双方在这个被冻结海外资产的问题上呢，还会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博弈。好的，主持人。好，谢谢崔教授提供的观察。在俄乌战场上呢，哈尔科夫战线成为了近期的焦点。面对俄军的进攻，如何阻止俄军进一步的向纵深突破，也成为了乌克兰当前的战略重点。据多家俄媒21日报道，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沃尔昌斯克市北部地区。哈尔科夫州与俄罗斯接壤，该州首府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第2大城市。连日来，俄军已在哈尔科夫州控制10多个居民点，并持续攻打沃夫昌斯克镇、利普奇村等战略要地。与此同时，俄军在东线继续进攻巴赫穆特附近的高地城市恰索夫亚尔，以期为后续进攻占据有利位置。21日晚，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当天发生了86次战斗，俄军试图在多个方向突破乌军的防线，乌武装部队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不过，虽然哈尔科夫战事紧张，俄总统普京却表示，俄军不易占领哈尔科夫。为了帮助乌克兰顶住俄方的攻势，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也在抓紧找人凑份子。当地时间5月20日，奥斯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同50个国家和地区防务部门高级官员举行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视频会议，协调后续对乌军援情况。自美国总统拜登上月签署包含610亿美元对乌援助法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交付价值14亿美元武器，并支取60亿美元资金向美国军工企业订购援乌武器。近期，美国同意发往乌克兰的军事装备包括海马斯火箭炮及适配火箭弹、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所用拦截弹等。此外，在当天会议上，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还支持德方加强乌克兰防空的倡议，承诺向乌方提供更多防空导弹。目前，该倡议已筹集近10亿欧元资金，用于保护乌克兰免遭空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呼吁要求他的西方盟友要更加直接的参与冲突，并且允许基辅使用西方武器来对付聚集在边境的敌方的军事装备。300 літаків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овують по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Нам потрібно хоча б 120-130 літаків, щоб протистояти в небі. Не можете поки що дати? Окей, знов повертаємось. ППО не можете поки що, F-16 поки що не можете. Повертаємось до літаків, які у вас є.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军事问题专家邵永林啊。永林好，俄军为什么要持续攻击哈尔科夫？但是呢，他现在又表示出无意占领，您觉得俄军的考量是什么？其实俄军在哈尔科夫呢，主要是一个牵制性行动。因为他目前就是在比尔格罗德那个方向只有5万人，那进入到乌克兰境内的大概是3万人，就是从兵力上来说呢，它不足以对整个哈尔科夫州发动进攻。现在看呢，其实这可能是俄罗斯夏季攻势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北部开辟一个战线。那它的重点其实还是在东部，就是顿巴斯地区。那如果说在北部有了一个新的战线，那乌克兰呢势必要向北部呢调动一部分兵力，在调动的过程当中呢，它东部战线呢就会出现一些漏洞，在防御上呢会出现薄弱环节。其实这2天呢，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在卢甘斯克已经占领了一个村庄，这个是乌克兰就是控制的为数不多的村庄之一，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些进展。那我相信在顿涅茨克方向呢，可能也会有所突破。这个当然和哈尔科夫方向的作战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它主要还是牵制乌军，让乌军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暴露自己防御上的缺点。这样的话呢，会更有利于俄军在东部采取大的进攻行动。主持人，刚才我们报道当中也说到，泽连斯基啊在拼命的喊话，想让北约下场，帮助他来击落俄方导弹，或者呢允许他们用北约武器来攻击俄军位于边境的军事目标等等。所以对于这个泽连斯基这样的连番呼吁，您觉得北约最后会松口吗？我觉得就是让北约帮着他拦截俄罗斯的导弹，这个可能性呢基本不存在。因为如果帮着如果帮着乌克兰拦截的话，就相当于北约下场了。但是呢，就是放松对乌克兰使用北约武器的这个限制，这个是有可能的。我们看到已经有，比如说像英国，包括立陶宛，其实一直都在呼吁，特别是英国已经公开说了，你可以随便用我的武器去打你想打的目标。那最近呢，其实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有一个表态，他说呢，乌克兰有权利决定战争的样式。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松口呢，可能是早晚的事情，或者说事实上放弃对乌克兰的限制。这样的话呢，乌克兰可能会就是在作战方面呢有一定的帮助，因为他现在想要打比尔格罗德州，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打，因为西方呢不让他用自己的武器去打俄罗斯的本土，只能打俄控区和克里米亚。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观点啊。确实，这个北约要正式下场不可能，它持续的会用军援或者是金援的方式来支援乌克兰。但是这样的一种支援的方式，对于整个乌克兰的战场前线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谢谢两位提供的观点。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晚安，再见。